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《七龙珠 Z2 天下第一武道会》，可选的人物是悟空父子、贝塔父子、撒旦、短笛，还有16、18、20号以及杀戮。这是一款格斗游戏了，那实际上游戏的素质是非常一般的，大家从这个游戏的打击感，还有一些判定上也能看出来。我感觉它是不如世嘉 MD 平台的七龙珠的。刚看悟空的这招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听出来了，龟派气功嘛。这个游戏的偶然性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招式的威力比较强，而且速度很快。稍微不注意节奏的话，很可能这一局有个7、8秒结束了，一根血就没了。那贝塔好用的技能就是它的火箭腿，还有能量爆发。这个腿呢是一个突进技，而且多段，防御的话都掉很多的血，并且这招呢火箭腿可以压起身，对方起身之前出，一般 AI 都会吃。那大家也知道，早年的游戏，尤其是早年街机平台的这些格斗游戏，如果你的一个必杀技或者一个套路对面吃的话，那你肯定一直在用。因为你一定要保证你手里的一枚硬币能够通关，如果可能通关的话，你一定要保证它能通关，不然就浪费掉。悟空大家看啊，这个炸气的蓄气的半透明效果和背景的移动的元素是有冲突的。这不知道是模拟器的问题啊，还是原来游戏就这样。并且呢，现在的游戏背景我感觉非常的违和。看起来和这游戏没什么关系，和七龙珠没什么关系。然后前景呢是一个2D 的，背景呢是一个伪3D， 看起来就是同人游戏，什么 OpenMore 引擎做的。你难以想象这个游戏是眼镜厂出品的啊。好，还有拼拳系统，这个拼拳系统呢让人想起了噬魂的拼刀。压起身，如果能压住就一直压着，压死为止。放了一个，这招是不是叫最后的闪光啊？这是超杀了，技能还是比较多的。刚才我在介绍人物的时候叫短笛。那因为漫画的版本不同，有的叫比克，但我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叫短。这个总是拼不过 AI。刚刚这一脚非常像沙加特呀，你能看出来短笛的 AI 是有缺陷的。基本上所有 AI 都吃这个火箭腿的压起身，防不住了。而且呢，短笛的你用完招式压完之后，它容易跳起来原地跳起来，放一个波下来就挨打。但挨打的这个节奏也是不大好掌握的，就很可能人家下来之后没有硬直，因为这个游戏就非常粗糙的格斗游戏，它的判定不是那么严谨，你不能像对待拳皇或者街霸一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这样的游戏。魔风波大家看这血量贝塔瞬间没了半格血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款游戏偶然性太大了。同样历史重演了。看人物的话应该会打9场那10场，自己都要打那就是10场了。压起身压死算了，真的压死算了。从刚才吃了一招魔风魔那里你就知道，这个真的不要讲究任何情面。我的天
啊，对面发了一个小的气狗啊，这边是一个贯通的。就一旦陷入了对波阶段啊，这个胜负就难料了。就 AI 不一定会给你搞出什么幺蛾子了。6段，这招应该是全吃了的话，全防御住是7段，接了一脚，然后一个火箭贴，已经4局了，一共也就10局呗。如果没有隐藏任务的话，20号，好，看啊。为什么我强调这个压起身的重要性啊？同一个套路的重要性，被20号踢了2脚，1/3的血没了。踢那2脚好像1秒钟都没用到，所以不要给 AI 任何机会。游戏虽然做得很糙，但是啊。个早年的龙珠游戏尤其是格斗类型的，感觉平衡性啊、操作手感都一般。GBA 平台那个还凑合吧，还凑合。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了动作元素再加上格斗元素的一个游戏。世嘉 MD 平台的那个，说实话，虽然大家小时候玩的也比较多，什么《七龙珠无用列传》，对吧？系统比这座看起来成熟一些，但是平衡性仍然是不好。但是这可能是和龙珠的底子有关啊。这个在引入了战斗力系统之后，整个的游戏的战力啊，就是走向了崩溃的边缘。在弗利萨的后期已经能够看出来了，啊，前面的角色都几万、10万、8万的战力，到了弗利萨就干到100万以上了。那沙鲁篇就开始完全崩溃了。那其实龙珠当年呢，在悟空成年拿到了那届比武大会的冠军之后，其实就应该结束了。鸟叔的话当年应该也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啊，当一部作品火到了一定程度，它是否完结已经不是作者能够说了算的事情了。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在资本就在绑架你。资本绑架了作者，绑架了读者，又绑架了出品方，你就只能走下去。所以我宁愿当年看的《龙珠》呢，在悟空成年那段就结束了。18号，18号吃这招啊，能量喷发，不过需要近身。但是漫画的打斗啊、战斗啊，其实我是更喜欢《乔乔奇妙冒险》那种风格的。当年的漫画我就在追，后来出了动画。好，近身了，开始爆，这小林不大喜欢这个词。刚才看18号有的技能有一点像玛丽哦，被打晕了，这就直接，贝塔的血剩20%了，不到了，又挨了一下，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我差一点，我的天！幸亏啊，这个腿的打点比较高。这还是在 AI 有2个套路比较吃的情况之下打到这种程度。撒旦这里就不用说了，真的这个家伙战五渣啊，他竟然能和这些人同台竞技，这就是本身就是一件很迷的事情。直接压死，真的别给他机会。啊，完事儿。他背的那个背包是一个火箭的喷气背包，
他的格斗技能呢是和这个背包有关的，可以用它来推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会儿的几个技能，如果他有机会的话，这个防御真是爆头防啊！看啊，刚才那一套啊，就是3、4招出去了啊，非常连续，真的啊，他放了一个大，但是被踢下来了。真的，如果给撒旦机会的话，贝吉塔不一定是对手啊，知道吧？就刚才那2套，如果吃了的话，贝吉塔基本上就要没。啊，还有2局了吧？16号。后面跑过去一个忍者啊，这个是红绸军是吧？什么红缎带军团、红绸军，当年的翻译不大一样。16号真的扛打呀！看这个防御力，那用这脚压也要多压一会儿才能挂。刚刚跑过去那个忍者是不是练水遁，然后被小时候的悟空倒开水的那个？好，坚决执行套路，就压死为止，一切为了通关。哦，吃了一个气功，可以了，又抓到机会了，这就确认完事儿。踢一脚才100分，看见了吗？这个真的太可怜了。啊，刚刚16号是晕了，所以接了一个重脚。没了。哎，这想放这个气功啊，被抓了。就这种游戏吧，它节奏非常快，帧数还不太足，所以你在放技能的时候很容易就误操作了。就出技能的精确度不是那么高吧？沙鲁，但是这个战场让我想起了打布欧啊。你看这个游戏阵容很奇怪，没有弗利萨篇的人物，倒是有沙鲁的。哇，这没血了，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3、5秒钟，你感觉就已经要败了，要输。好，早出啊！等他起身吃这招，转瞬之间，贝吉塔没血了，感觉也没犯什么大错误，就被人压了一通就完事儿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任务的最后一局。哦，这招吃了6段。就离得比较近嘛，最多应该是能7段感觉。沙鲁会起身的 TP 啊，压住吧，这回压住吧，40%的血了，来一脚，好的，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七龙珠 Z2 天下第一武道会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你能看出来这款游戏的素质还是比较糙的，能通关就可以了。这个游戏不用讲究什么技术啊技巧，练了也没什么大用。那好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